这个盒子里明明不是应该有……应该有什么？难道你以为这个盒子本身里面就应该有什么吗？上宫曾经说过，这盒子里面放着上宫局最贵重的东西。可是，是这个盒子呢，是用千年紫檀木所制，本身就价值连城，一直用来存放着上宫局里面最贵重的物品，所以这个盒子的本身就是上宫局里最贵重的东西。既然是最贵重的东西，那现场有人猜中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应该重新比赛。当然有。猜对的只有慧宁一个人。好了，比赛已经结束，我会禀奏皇上，下旨确定以后，慧宁就会接任上宫之位。这堵宫围之墙，想要攀上它，只是自寻死路。绝处逢生，绝不放弃。怕是飞蛾扑火，惹火烧身。怎么样啊，皇后娘娘？好，好，好，真行啊！慧宁啊，本宫真没想到你对这个上宫局的位置感兴趣，还出奇制胜并成功得手。慧宁果然是老谋深算呢。我和母后都被你瞒住了。奴婢没有存心隐瞒皇后娘娘和公主。今次只是抱着和大家一起闹着玩的心态，想猜猜木盒里藏的是什么。哎，年纪大了，脑袋不灵光，就随便写上罢了。好了好了，只要是我的人当上了上宫就可以。日后你可要多加管教你那群多嘴的乌鸦，不要让他们随便胡言乱语，败坏了我们的名声，知道了吗？奴婢一定秉公办理，不会让任何人无事生非。孟福，奴婢在。你虽然没有当上上宫，不过也不必失望，继续留在本宫身边，本宫也不会亏待你。公主一向待奴婢很好，奴婢日夜都在想，如何回报公主。只要你们对我们忠心耿耿，本宫以后还会有用得着你的时候。你等着吧，不必为了一次失败而耿耿于怀。多谢皇后娘娘提携。母后，不过说也奇怪，我们明明知道那木盒子里面装的是一尊铁轮圣王像，为什么会突然消失不见呢？也许人家柴上宫怕有人会去偷看，最后悄悄地把它拿出来了。这个柴上宫，启禀皇上，老奴已经挑好了接替上宫的人选，就是伺候皇后娘娘的慧宁。慧宁，柴上宫，这次真是辛苦你了。紧速把事务交给慧宁，好好回家安享晚年吧。谢皇上，皇后娘娘一直以来对老奴的厚待，老奴为不能继续伺候皇上和皇后娘娘而深感愧疚。这你就不用担心了，宫中伺候的人很多。再说慧宁已经伺候本宫多年，
他当上宫，那是不二的人选。你这次选人选的对，我们很满意。柴上公，另外，朕再赐你黄金100两，大宅一座，以示奖励。谢皇上。平身。慧宁啊，奴婢在。你认为你可以胜任上宫一职吗？奴婢定当竭尽所能，不负皇上和皇后娘娘所望。甚好。众爱卿，今日朕召大家前来，除了选取上宫，还有就是为了册封太子一事。皇上，你要册封太子？朕已经决定册封4子温王李重茂为太子。皇上已经考虑清楚了。其实朕的心意已决，不过还是要听听众位卿家的意见。文王的仁德与善良是人尽皆知的，未来有太子这样的贤君，定然是天下和睦，四海安宁。皇上，不过臣妾认为，这册封太子之事可不能草率呀。是，朕的想法跟皇后是一样的，所以才要听取爱卿们的意见嘛。既然刚才众卿家都异口同声地认为温王乃是太子的不二人选，那么立太子也不过就是早晚的事情。更何况，早一日定下来，可以让重茂知道他将来是任重道远。从今天起，便要加倍奋发。皇上圣明。岂有此理！这个昏君！哼！母后息怒。怎么了？我说他昏君错了吗？册封太子这么大的事，都不跟我商量。哼！四皇帝不过才12岁，何况母后要对付他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再说，所有的王子当中，没有一个是我的亲兄弟，谁还不都是一样吗？我怎么会怕这么一个黄毛小子呀？我连534都不怕。哼，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我商量半句，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。可能是父皇觉得册封太子是件小事，不必惊动母后的。都像你这样说，那就好了。只怕他已经知道了我们母女的心思，搬出这么一个太子来挡我们的路。依女儿看来，父皇绝对不会如此攻于心计。母后过虑了。希望我是杞人忧天，只是如今又多出了这么一个太子，我得想方设法把他这块石头给搬掉。其实，如果不是你给我透露木盒里的乾坤，我想一定没人能猜得中。你如今已经是上宫了，我呀不过是平民百姓一个。你永远是我们的上宫。你总是这么会说话，今生啊能交到你这样的朋友，也算是我的福分了。这些年和你的付出相比，我这又算什么？说心里话，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不想让你走的。其实啊，我也是很眷恋权位，否则也不会想出这么个馊主意来。你知道吗？我当时真希望所有的人都猜不到，这样我才可以赖着不走啊。其实你不走，不是眷恋权位，你是怕有人坏了上宫局，大家以后的日子不好过。现在呀，多亏有你的相助，我这样才走得安心呐。姐姐看你说的，我都奇怪，你怎么也想当上宫啊？
其实你要想当年也是有机会的，可是你却选择了跟随当年已经被贬的皇上，一起流放到房州受苦。哎呀，我真是佩服你啊！你这人最讲义气。这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你就不用再说了。那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想当上宫啊？看我这大半辈子都被人指指点点的，我也想在有生之年翻过来指责别人，破口大骂，不是？哎，安乐公主派人偷看过，这里边明明是铁轮圣王像，你是怎么把它取走的？我跟你说呀，太上皇当年登基的时候，就命人铸造4尊转轮圣王像。当时在铸造铁轮圣王像的时候，就突然出事故了，没有铸成。但是呢，铸造用的蜡模就留下来了。这太上皇知道我一心向佛，所以就把这蜡模呀赐给我了。哦，原来这个像是蜡做的啊！你把那个蜡像放到木盒里，命人在周围点上蜡烛，表面上看是为了护着木盒，其实呢是想把里面的蜡给融了。哎，不过蜡融了应该有痕迹啊。来，你看呐，盒子底部有3条缝，这蜡一融化，就顺着这3条木纹渗到这个桌子底下。所以他们打开以后，什么都看不到啊！姐姐，你可真是高明啊！哎，这也是没有办法。我知道皇后娘娘是想让孟福做这个上宫，可是你也知道，孟夫这孩子心术不正，我怕她当了上宫以后，会殃及到跟我一起悲欢与共的姐妹。现在由你来当上宫，我也就安心了。姐姐，看您说的。来，喝茶。真是出人意料，没想到最后竟是慧宁当上了上宫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不过我相信，慧宁姑姑总比小夫好一些。至少，她不会像小夫那样不择手段。不过她始终都是皇后那边的人。往后我们要想对付皇后，恐怕要比现在困难得多。走一步算一步吧。哦，对了，孟福他怎么样？他一心想往上爬，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大了。希望越大，失望越大，这是无法避免的。就算让你重来一次，你也依然会去阻止他的，对吗？我只有这样做，才可以阻止他继续陷下去，阻止他做错事。这样就够了。你清楚自己要做的是什么，心里就不用难受。只要最后能够达到目的，其他的不用计较。可是我看到小夫，他伤心难过，我还是忍不住会痛心。你可以痛心，你也可以难过。如果你觉得撑不下去，如果你累了，自己不要勉强。如果你真的很难过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我会帮你撑下去，陪你一路前行。我不会放弃。事到如今，我只有继续撑下去，才可以挽救小夫。你这一招还真让我难办了，没想到你的棋艺见长啊！好，看着，这儿，我走这儿，好，你看着啊。如果我这个子放在这儿的话，你就输了。哎呀，母后！好，好，好，我让你一局。哎，这儿。
上仪大人，来。上仪大人，上仪大人。皇上、皇后娘娘，平身。谢皇上。参见思悦大人。你去那边打扫一下，还有你去那边打扫一下，你们都快点儿。小凡姐，小凡姐，好，参见上仪大人。我的好姐妹们，姐妹皇上，臣妾听闻皇上这几天龙体违和，特命人准备了这体魄大补汤，给皇上补补。朕只是些许咳嗽，不碍事，皇后有心了。怎么不碍事啊？皇上身负匡扶国家社稷的重任，皇上的健康就是天下子民的福分。臣妾这样做，也算是为天下子民尽一点劬劳啊！这些年来，不论境况顺逆，皇后总是守在朕的身边，这番心意，朕岂能不知？哎呀，近日国事如此繁重，臣妾总在想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，推荐几个人才，为皇上分忧解难。好啊，皇后想到谁，不妨直说。臣妾认为，皇上，太平公主得知皇上这2晚咳嗽难眠，特意为皇上准备了体魄大补汤，给皇上益气强身。
没想到太平跟皇后送来的汤药竟然是一模一样，真是不谋而合呀！太平公主真是消息灵通啊，隐居太平观内，可她对皇上的情况竟然比本宫还要清楚，真是难得呀！哎呀，太平守孝3年，期限将至，过不了多久就可以搬离太平观，返回府地了。这么说，已经是时至3年了。多亏皇后的提醒，朕差点把这事儿给忘了。来啊，在。你去命人准备一下，朕要前往太平观，探望一下太平公主。是。皇上、皇后，请用茶。皇兄龙体为和，仍御驾亲临，太平真是受宠若惊。太平啊，你我兄妹一场，朕早就应该亲自前来探望。朕这点小病并无大碍，只是身体已不复当年之勇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皇兄只是一时操劳过度，只要好好休养生息，定能龙精虎猛，万寿无疆。不过这还得有劳娘娘多费心思，好好照顾皇兄了。皇妹你就放心吧，这本是我应该做的。国事繁重，朕实不敢有怠。太平，你守孝3年之期将满，朕真的希望你能回朝助朕一臂之力。皇上，公主已经静居多时，你这个要求是不是会强人所难呢？恐怕太平力有不逮，而且朝中大臣也未必喜欢太平多管闲事。哦，太平公主多谋善断，才中天人。若是你愿回朝为国事出力，大臣们一定大表支持，哪有不喜欢之理？皇后，你说是也不是啊？我看呐，皇上英明。太平的意愿是小，大统的继承是大。不知皇兄有没有想过，尽早立下遗诏，以定天下之心呢？皇妹啊，我看不用急。皇上可是万岁，这遗诏之事啊，不必急于一时。哦，太子已立多时，立下遗诏是顺应天意，并无任何缓急之分呢。对，皇妹所言甚是，此事是应该要好好安排一下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太平竟然敢要父皇立遗诏，此举如若成事，就再也阻止不了太子继位了。那我还如何当我的皇太女啊？太平此举，分明就是要绝本宫为帝，断你为皇太女之念。我早就知道她是一条机灵的拦路犬，如今还没出太平观，就已经如此碍事。我怎么可能让她留在你父皇身边？母后有何打算？要想大路通畅，从来都是凿山破石开辟出来的。母后的意思是，奴婢参见皇后娘娘、公主，不知娘娘召见奴婢有何吩咐？太平公主守孝之期将满，本宫要设宴欢迎她回来。奴婢这就去安排。等等，设宴之事已吩咐上衣局去张罗。本宫要你做另外一件事。奴婢听候皇后娘娘差遣。本宫要令太平公主于宴会之后，再也见不到明天的日出。
母后，您要杀了太平啊！我的乖女儿，要是不除掉她，你怎么能登上皇太女这个宝座？香莲，今早我听其他宫女说，韩舍人抱恙在身，所以他怕不能出席今晚的宴会了。我跟韩府的总管已经确认过了，韩舍人说只要能下床，今晚必定出席。香莲姐，自从你升任4月之后，果然比从前勤快多了，说话也威严多了。你们俩找死啊！其实那个韩舍人又怎会不来？今晚可是皇上为太平公主回宫而设的欢迎宴，谁会错过这个卖乖又捡便宜的大好良机呀？谁不知道皇上对太平公主一向亲厚，这次公主脱孝回宫，皇上一定大加重用。换作是我，就算是死了，也要从坟墓里爬出来占个位置。哼，别说的这么吓人好不好？别闹了，乐师和乐器都准备好了没有？今天晚上千万不能有任何差池，否则我们谁都担当不起。你们还不快去看看？好。莫上爷，不好了，孙乐师他病了。孙乐师，你怎么了？今天早上见他还好端端的，中饭之后就见他呕吐大作，还不停地上茅厕。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吗？那其他乐师有没有不适？没有，就只有孙乐师一个人。看来不是午饭的问题。那今晚宴会的演奏怎么办？我没事。孙乐师，你先休息一下，看情况再说。香莲，你去查一下，看看有谁可以代替孙乐师弹奏阮这种乐器。啊，这可难办了。这里弹奏阮效益最高的就是孙乐师啊。你们可以去太常寺找我大哥，他可以代替我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找孙乐师的哥哥临时补上了。哦，皇妹，你看，甚好。来来来，啊！没想到孙乐师的哥哥跟其他的乐师竟然配合得这么好。孙乐师造诣非凡，按道理他哥哥应该也不会太差。总之别出什么岔子就好。皇上，他们的舞姿多优美呀！皇妹，来，请。谢皇上。来，张大人，请。好，舞得甚好，奏得也甚好。恭喜皇上！太平公主为何要恭喜朕呢？只有皇上圣明，国泰民安，才会有如此歌舞升平之象。皇上说，是否值得恭喜啊？
太平所言甚是。今日乃是太平脱孝回宫之日，朕看就由太平公主代朕赐赏吧。不如依照往例，每人赐素铅弹，白银100两。你们还不赶紧谢过太平公主啊！谢皇上隆恩，谢公主隆恩。哈哈哈哈哈！下去领赏吧。爹，你有事先离开一下。太平啊，这3年来，你为母皇守孝，以一人之力，肩负皇族的重任，真是辛苦你了。能替皇兄们为母皇尽孝义之道，是太平的荣幸才对。太平啊，日后皇上还要依仗你分担国事，真正的辛苦才刚开始啊。太平进居多时，疏于理事，更何况太平何德何能，岂能干涉朝政大事？如此说来，那公主的意思是，皇上的判断有错？皇上和娘娘相知多年，最了解皇上的应该是娘娘才对，不是吗？姑姑，侄女也敬您一杯，祝您龙马精神。今日并不是太平的寿诞，果儿你这些贺词似乎有些不伦不类吧？皇上，此言差矣。公主今后要辅助皇上，没有个好身体，怎能为皇上分忧呢？是吧，公主？没错，没错。朕自罚一杯。来，啊，请。莫凡，奴婢参见郡王爷。那边那位乐师是台长寺的吗？他是孙乐师的哥哥，因为孙乐师抱恙在身，所以临时找他的哥哥来代替。有事吗？没什么事，只是觉得他那软的手法，好像有点什么？好像有点与众不同似的。算了吧，也可能是本王想的太多了吧。那奴婢先行告退。孟凡，郡王爷有何吩咐？很久没有见到你，最近还好吧？多谢郡王爷关心，奴婢很好。当年你错失了上宫之位，这些年来你日夕努力，有目共睹，终于做到了上仪之位。现在何不稍事休息，好好的放松一下？奴婢不值得郡王爷如此记挂。奴婢的心愿，并非是攀上高位，而是攀上高位之后，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，去阻止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。其实我知道，你心里记挂的只有你妹妹。你的心愿就是帮孟福走回正路。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本王做的，本王定会全力相助。谢郡王爷厚爱，只是世事多变，
今天虽然你我同坐一条船，可能明天你我将各走各的路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想太多？难道这么多年，你还是不相信我吗？奴婢当然明白郡王爷的浓情厚意，只是郡王爷从未有过背信弃义吗？奴婢不是想责怪郡王爷，说到底，那已经是3年前的事了，就让过去的事情全都埋葬了吧。那件事情，本王和你一样难过，但是直到今天，本王还是相信，当日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。如果不那样做，恐怕结局只会令本王更加后悔。就是因为这样，这也许就是百姓跟皇族永远无法走在一起的鸿沟吧。难道生在帝王之家，倒不如平民百姓，可以跟所爱的人长相厮守？奴婢还要料理殿中宴会，请恕奴婢失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龙吉，来，朕要赏你一杯酒。皇兄耍赖，输了酒令，却把罚酒赏给别人。红妹，在你眼中是一杯罚酒，但是到了朕的手里，这就是一份赏赐。谁敢说不是？谢皇上隆恩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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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好。皇后，你看，跳得不错啊。
上，你没事吧？皇上。御医，皇上伤势如何呀？回皇后娘娘，皇上得天之佑，只是划破了点皮，服药数次即可痊愈。只是皇上受惊非小，尚需休养几日。菩萨保佑！谢皇天庇佑。御医，奴婢送你出去。啊！皇上。